好吧，凤仙为什么一直不能够换新的飞机？我其实不是很懂，因为呢，其实理论上来讲，你可以先有一批，其实先汰旧换新，换一批呢，可能是立刻可以买到的。因为现在呢，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一位这个这位这个飞官呢，他已经提到说，他根本就是飞行坦克，这个玩命坦克的这种印象已经在所有的飞行员心目中已经是深植人心，因为他们很清楚知道，刚刚其实呢，将军解释的非常多。你其实这里面很多的发动机经过了重复的维修，而且它很多其实是拿别的机种这个好的零件，然后去把它安到这个零件上面，这彼此间还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们知道问题非常的大。可是每一次只要讨论说初级教练机要换，你说很贵吗？没有，现在在美国最贵的初级教练机当然是 T7，但是 T7的部分呢，因为它现在目前为止才交机交了一架，那美国它自己都还需要。如果是 T6C 的话，连越南都买得到，那它这个不贵。一架才1000万美元，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换20架、30架，也只有2亿美元、3亿美元哦，其实金额并不大。问题在这里，就是如果说这件事情我们很快换了一批的话，很可能汉翔就觉得国际国造，我要吃这一笔初级教练机的订单，我可能就吃不到了。所以就有人在带风向说，1000万美金的这个飞机，如果只是给一些学员，然后出来训练，然后作为他们的训练用的飞机，使用的飞行时数又不是很多的话，很浪费。我觉得这种很浪费的这种说法，我实在不能理解。人命关天啊，人命，而且这愿意来当飞行员这些年轻人，你当然你不管是从初教机、高教机到以后的战斗机。要运输就好，你都要最好的，你不能让他玩命嘛，不可以嘛。所以我们刚好书记长在这边嘛，真的，我觉得立法院你们干脆就提个案子，追加预算。人家都骂你们说你们要3国反正我就追加，对不对？3亿美金、4亿美金也不过100亿台币嘛。对，什么了不起的？你们编那么多机，都要9000多亿的预算，7800亿的特别预算，100亿台币算什么呢？真的，对不对？我觉得国民党应该带头做这事，我相信民党也不会反对啦。这个事情是。对不对？而且一再的出事嘛，好吧。郑丽文到美国能不能见到川普啊？李德伟昨天是说呢，拭目以待。拭目以待哈，到底可不可以？好，我们看一下。国际媒体都非常的关切，我愿不愿意，会不会见到川普总统？我当然非常的愿意。1号晚间搭机展开为期2周访美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此趟究竟见不见得到美国总统川普？郑丽文话没有说死。过去从未出现。可以跟美国现任总统见面，不过我们还是各种的可能性，我们都不排除他能够发挥更大的世界领导人的角色，确定一个制度化的、永续的两岸和平的关系。毕竟要见上川普一面，对台湾来说是难上加难。精简访美团是否要突出郑丽文？毕竟连《华尔街日报》都报道，北京看好郑丽文出战蓝营2028总统大选。好，郑丽文呢，这个他已经预告他们会见国务院跟国防部的官员哈。我相信哈，他在美国那个侨宴一定会很成功，因为华侨一定是非常热情，就是这个非常热情的来欢迎他了。但是官员不知道了。国会议员，我想应该很多有台的国会议员应该也会接，学者啦、大学啦，那更没有问题了哈。那《华尔街日报》说会有3个考题啦，可能不太容易见到川普的高层哈。那主要呢，他说华府一个惯例啦，就是只有这个人会变成未来的政府领导人，才会跟他进行高层的接触哦。那说郑丽文还没有到达这个门槛，因为才刚当选党主席嘛哈。那另外呢？这个胡志强说希望能够扳回一城，什么叫扳回一城？就因为郑丽文去大陆的时候呢，民进党就戴帽子说你太亲中哦，甚至还有人说他反美，希望这次呢扳回一城。国民党并没有变，国民党对美国、中国采取等距哦。马英九当时不是亲美友日和中吗？还是个政策啊。那另外呢，《华尔街日报》说北京是期待郑丽文2028能够代表国民党选总统了哦，所以呢，这个政策紧接待可能成为领导人的在野领袖，不过既然北京期待郑丽文目前看起来声望也不错哈，所以美国到底会不会？所以李德伟讲的时候拭目以待，不一定啊，因为美国川普也变来变去了啊。那这个 BBC 是问了啊，说郑丽文到美国是解释国民党立场，说国民党并没有反美哦，国民党对美国还是很好的，还是布局2028的总统选战啊。那另外因为卢秀燕才刚回来嘛啊，那另外呢，邱毅人一直讲说
外国记者来问，就问第一个，你民进党是不是朝台独去倾斜，去走台独路？第二个，你的韧性到底什么意思？所以呢，邱义仁再三强调，我们主张就是维持两岸现状，而且他走的是蔡英文路线啊。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也像最近台湾办很多 AI 这个会议啊、展览啊等等，赖清德说我们是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致力维持现状哦。所以你们不要怀疑我台独，就维持现状，维持现状哦。那这个，所以呢，也有媒体说了哈，说到底呢，他这个是不是务实的台独、准台独？到底是不是准台独？赖清德不独的公信力不如蔡英文跟邱义仁。就是呢，如果说蔡英文说我不独，大家比较信；邱义仁是不独，赖清德讲，大家就有点怀疑啊。所以呢，媒体也问说，邱义仁到底为什么紧张？他到底在保证谁？为什么要替赖清德保证？赖清德自己出来保证，干嘛邱义仁出来保证呢？因为邱义仁。这我的老同学，平常是很少出来讲话的。邱义仁啊，我们不是谈政令比较重要啊，你只是念念不忘你的老同学，他已经不重要了。那他出来干嘛？他是觉得赖清德目前的处境有一点困难，所以他帮他缓和一下，不重要，不需要评论他，你评论他，他会太高兴了。那个，我觉得郑丽文这次去美国啊，他是有他的企图心哦，他强调的是和平。那这个和平，尤其是在第一岛链，在台海或在这个两岸之间，我觉得郑丽文去中国跟去美国，他的整个访问团的架构是不一样的。去中国大陆的时候，4个副主席去了3个，去美国1个都没有。他带了2个年轻的女孩子，一个海外部，一个国际部，然后呢一些老手，这个对美外交，国民党当年的老手，我觉得这是对的。那郑丽文是要去说服在美国政坛有影响力的人，假如说如果国民党执政的话，做法会不一样。国民党是不独，没有人怀疑你是不独。我觉得郑丽文的北京之行差了这么一步，就是说，我觉得北京也不怀疑国民党不独。但是北京就少了一句话，就说你不读，我就不打你。如果这句话可以，你也一天到晚在讲这嘛。如果郑丽文有得到北京这个承诺，他这一次去美国之行就有分量了。他如果是给川普给美国当局讲，说这个第一岛链应该成为和平跟繁荣的岛链，这个我同意啊。但是你不能讲白话，讲白话没有用啊。这个当事国，这个第一岛链当事国，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主动说，我们先来搞这个，把它变成非军事区啊，我们只想赚钱啊，我们美中之间我们不站边啊，这个都是非常理想，我通通赞成。但是他做不到。但是他这一次去哈佛大学要见艾利森教授，艾利森就是提出那个修昔底德的定律的。我觉得他现在还相信但是他并没有说一定会发生。那这个是跟老共目前的讲法不一样了。老共说一山只容一虎的时代是过去了，太平洋够大，足够2个人游泳。我觉得如果郑丽文能够说服艾利森说你的学说以后是不是可以不要讲了？因为你讲这个东西并不符合当前中国统治者的想法，而且对和平没有贡献。因为你一直讲这个事好像非打不可啊。艾利森不是这样主张的。不是，他是引述嘛。艾利森不是这样主张的。艾利森的主张就是因为过去有修昔底德陷阱，然后他主张中美要避免踏入修昔底德陷阱，所以你不要以为艾利森他是反中的错，他是北京的座上客，他常常被邀到北京去。如果是这样，郑丽文就没有什么需要跟他讨论的嘛。郑丽文只要给艾利森讲说，你的主张，我去北京之行就是要达到你的目的，但是呢，我只有部分达到，我没有完全得到他的承诺的话，台湾也没办法，老美也没有办法。艾利森只是其中一站了。艾利森自己有公开说，他很希望听一听郑丽文有什么和平解方，因为他一心一意提出修昔底德陷阱。他写的那本书，如果你有看完的话，他的目标是希望不要打那一仗，所以他里面特别的提到要怎么样不打那一仗，这是他的重点。好，但是我觉得艾利森当然是在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其中的一站。对我来说，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郑丽文访问了北京，然后跟习近平见了面。
其实美国非常的惊讶，就是习近平会跟郑丽文见面。所以这一次，如果大家关心美国的政坛的话，他在智库跟学界，那官方的部分，他说国防部也会见，他说国务院也会见 ，AIT 也会见哈。那但是呢，在智库跟学界的部分，其实重量级的学界全邀了耶，哈佛，然后呢 Stanford 的胡佛研究所，然后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所以你能够想到的。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几所学校全邀了，那有的大部分其实都是用座谈的方式，而且都有重量级的智库人员跟他一起对谈，用论坛的方式。另外呢，在智库的部分 ，CSIS 后面其实是有国防部的背景，美国国防部的背景，然后呢，亚洲协会还有外交关系协会这几个智库在美国的排名也是非常前面的排名，所以。当然我不觉得说郑丽文一次就能够说服他们，可是也都凸显出来一件事情，就是当川普访问了北京之后，他们很想知道台湾内部可不可能有一个不一样的声音，而这个声音符不符合美国利益，符不符合亚洲的利益，符不符合台湾利益？那位置，我想当然这个郑丽文这次去还是希望这个。表现出他在国民党当中的这个未来的这个话语权也好，然后他当然也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出访美国，再有更多的这个蓄积更多政治能量。所以我们也看到，不只是这个台湾自己内部讨论哦，非常多的外媒在讨论，也在观察说他这一次去，其实讲什么是不是重点，而是说他是不是放眼是2028。那但是我觉得对于台湾民众来讲，都说我们面临每一次的选举的挑战。那我们都在观察各政党的未来的候选人，我觉得还是有很大一个重点是说，大家在看郑丽文她这个亲中立场的这个是否过于偏颇这件事情，其实造成大家非常大的担心吼。那包括这次这个出团去，还有一位这个国民党的中常委，这个秦鹏珍。他也是目前有这个中国的国籍，那过去他也是长期都有这个对外来说明是他赞成和平统一。那这让我不禁想到，就说前阵子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之后呢，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他就讲了一个，他观察说中国未来对于台湾这件事情，他认为中国是比较希望用和平。就是让台湾是一个和平且自愿的方式统一。好，那我们看到就是郑丽文她的出访的内容，她基本上都不出这个中共的调性嘛。好，那我们当然会担忧说，是不是未来郑丽文她就代表的是一个在台湾内部是一个主张和平统一的立场？那我还是认为是说，郑丽文去这一趟，我认为他未来要面对的不只是台湾民意的考验，其实更要面对的是，其实国民党内部很多对他路线的考验，很多人其实对他这样子过度亲中的表现，其实是非常非常忧心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分党派。不过他到美国要想平衡这样的看法，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因为中央现在要编很多钱哈，赖清德昨天也讲，0到18岁每个月5000块等等哈，那这个钱哪里来哈？那现在民进党政府常讲说，你们改的那个财政收支划分法，说很多钱呢补贴的等，你地方要负担，所以呢赖士葆就说，这些裁员叫地方负担，会不会变成地方没有钱负担，就变成看得到领不到？哦，中央有钱啊，那地方有没有这么多钱啊？那所以呢说裁员要定清楚哪里来了，否则就变成。这个干脆你中央全负担嘛，如果你讲不出来，地方不给你负担，你自己全部负担呢？谁买单？哦，3800亿啊，很多啊，哦。那另外呢，因为他现在有18项让来这个改善少子化的对策嘛，哈。那所以呢，这个前台北医学大学医学院院长叫做曾启瑞，哦，他是搞不孕症的什么这个权威了哈。他说呢，应该推居者有其屋，哦，他说呢，这个如果人民没有基本的居住权，
年轻人要成家立业生子就很困难啊。那另外股市不是破万点，这破了45000点啦那所以有些青年说我没有买股票啊，那我这个不公啊，他们买股票赚很多钱啊，对不对？我没有啊。徐国勇说你没有受益吗？难道你没受益吗？有些社会福利，因为有这个钱也有社会福利啊。我们将来这个小孩子将来一个月给5000块，你都没受益吗？那所以呢，这个惹怒了年轻人说我受什么益？而且受益他赚那么多钱，我受一点点益，相对还差很远的。这叫相对被剥夺感，你不懂吗？徐国勇没有读过这句话吗？相对被剥夺，就是他因为很好，我就算好一点，我也被剥夺了。这叫相对被剥夺感。我们看一下。面对少子化，赖政府推出18项政策，号称3800亿的生育福利大礼包，但三宝爸立委黄建豪批评根本没有从源头改善问题，不如把钱花在盖社宅。如果3800一年，3800亿10年就是3.8兆，如果投入10年3.8兆的经费拿来盖社宅，拿来鼓励公共房屋，我想这个就可以一定程度的解决相关的这个少子化的问题。而赖世宝更说，中央开支票却由地方买单，更冲击推估，像是中央推自住免房屋税约350到450亿规模，却100%由地方负担；托育补助500到700亿，地方公托建制就需负担20%到40%，将近200亿元。回应支持300到500亿，地方负担率最高也要达到50%。地方政府不少地方政府跟我这里反映，他们质疑中央宣布大型的福利政策的时候，并没有同步说明这些经费是中央全部负担呢，还是地方要负担多少？这个他们傻逼可以，我们傻逼不可以。大错特错，因为在经过财划法的重划之后，国家的很多税收、税源以及我们经济的成果都已经分享到地方，不是去分摊说谁出政策谁买单，而是中央跟地方齐心来协助。其实不是没有花钱的，因为中央现在有一个少子化办公室每年好像预算加起来差不多1000亿也不少钱了，也搞好几年了。而且当花这么多钱，总有个目标嘛，你任何时候有个目标比如我今年可能孩子生到不到10万，他们说只有9万5，那我这么多钱花下去，我预备1年生多少小孩？你要个目标，你才能够检查说我这个政策对不对嘛？没有个目标多生一点，多生一点生育率几也没一个目标，就花这个钱，那到时候这个钱有没有效也不知道来，苏议长。我刚刚我们还在查资料，因为我们目前看到当初第一时间提出这个生育补贴的政见是国民党先提出来，是0到15岁，0到15岁每个月5000对，他们后来代签改成0到18岁。对，因为我们是参考韩国的这个政见，那政见里面其实还有其他的，包括0到6岁健保免费，包括针对，其实那时候有讨论到有关弹性工时，因为说真的，很多时候小朋友他们是没人带，而不是家长没有钱，而是他没有人带，没有时间陪。那其实我们是很多地方针对这次的少子化政策，老实讲，赵先生刚刚讲的所谓少子化办公室，我个人认为其实成效非常的让人家疑虑，就2个字疑虑。因为去年在咨询的时候，我记得黄国昌也好，还是本党的委员也好，都咨询了少子化办公室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就好像这4年只开1次会。那这样的事情对于我们真正面对到的国安危机，其实没有任何帮助。那我们如果从针对以韩国跟日本为例，他们大部分我刚刚才跟凤馨姐在聊，就是说韩国本来他们是全世界最低的这个生育率，现在倒数第5，进步5名。对，不过他们是从0.72高升到0.98了，从0.72到0.98。是在2年之内，我觉得2024年的时候他们是0.72，后来2025年0.75，今年0.98，有个目标了。但是台湾是从2024年从0.87直接掉到去年的0.695。这是全世界最低的，那我们就必须要好好去想一下，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是不是房屋政策是不是跟他们一样严重？是的，我们的托育政策，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公托来让我们所有的新生儿的爸妈可以比较轻松的把它放到这个公托去？我们可能远远也不足。那我们劳动环境刚刚讲到弹性工时各方面的事情，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去针对这样去做？那我们的所得成长是不是有所谓的相对剥夺感？我想徐国勇可能他跟年轻人距离可能比较远。
远啦。我不能讲说他以前没有年轻过，可是他那时候年轻的他或许不会讲这样的话，但是年长的他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总归一句话就是说，我会认为现在我们都把事情都只看到是3800亿上面，那3800亿为什么说会有地方会不会有可能是中央买单，中央拿掌声，然后地方拿账单？因为当初在租金补贴的时候，我们就曾经出现这样的状况。那现在动不动就想财划法，立法院把的财划法目前还是不附属不执行啊。那在这种前提之下，你就说哦，什么是推给财划法？其实这样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们今天是个公平公开，在逻辑思维上很细腻的讨论，那我觉得这样我们是可以讲。可是目前来讲，少子化我们真的要针对，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坚，那我们应该考虑说，在各个方面去讨论说，怎么样把少子化解决掉，为什么而不是单纯只差有没有用？这些少子化18项措施没有用？这个有道理的。我告诉你，我对少子化的兴趣超过30年，因为我40年前回国的时候，一年出生40万，现在一年出生9万，40年哦，从40万变成9万，多可怕啊！你知道？那政府不花钱，绝对没有办法。政府发钱也不见得就有办法。那我们都算过，我看你节目你也常讲这个。现在从0到18岁，一个人1年5000块，到了后半段就一半你花，一半政府帮你存了，这些通通加起来就是108万嘛。我一向主张就说你生108万一个人108万，通通加起来，但是这是每个月给每个月，这个远比我原先主张的，就说你一胎给你100万。我做过田野调查的，有没有用？那大部分的人说100万，很多女人就眼睛亮起来。但是会生吗？不是啊，他就说这个可以考虑，但是呢，还是有一点犹豫啦。那我说150万呢，几乎每个人都说 OK 啊。所以你看为什么钱有用呢？因为我们这里生育率还不错的，就是竹北的科学园区啊，因为她老公有钱。还有第二点呢，就是娶外配的。你讲外配没有钱啊，外配的老公也不太有钱，但是外配比起他的祖国有钱啊，对不对？比如说来自印尼的，比起印尼，他现在来台湾不错啊，他就生了，你知道吗？所以钱是有用的，但是我觉得今天的重点是年轻的一代的女性同胞已经跟以前的想法不一样。我们以前的老祖母一个人生13个没有问题，下田了他休息的时候请你姐姐背着妹妹，这是时代过去了。现在我们要想让这些女孩子愿意生小孩，你要让她说，我生小孩是对国家额外的贡献，不是我生来应该负的责任啊。当然你在养小孩的过程中，尤其 baby 1岁到2岁很可爱啊，真的可爱。我特别爱小孩我女儿都说我有恋童癖真的很可爱。还有呢，你有了小孩以后，你老了以后，你那个我现在在吃中饭的时候，我常常看到70、80岁的女儿带90岁的妈妈去吃日本料理，你知道？我跟你讲，你没有生小孩就没有这种场面了。所以你要让这些年轻女性说，我生了小孩，我不吃亏，我因为生小孩养育小孩，我受的亏，我因为这样我生涯规划的主脑，应该国家通通给他补齐。有生长无生就想享受是假啦，但是付出呢，国家要全部补齐，而且要一次做到。我跟你讲，我们政府就是花钱的时候很舍不得。你看那个108万是这样一点给一点给的，也很卑鄙了。这么是补，这么18岁你给他生什么？不是，我知道10岁你就生出来了，生什么？我跟你讲政府很多事情就是没有见机履机，没有你在抬了个机会。都好个，你小啊蒙的，念的，说的，怎么有效呢？政府施政绝对不能做这种皮毛的按摩法，你知道？好吧，老沈说你是一厢情愿的，然后女生到底怎么一厢情愿？我把我的报告拿来给你看那个年轻不生的女生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跟你讲，你这样逼我我就讲，我跟你讲，我每一个想法，我都去问我以前累积的所有的我的女助理，而后来出国念这个两性平权的念成了以后，现在都在大学当教授的，都有没有生孩子嘛？他们自己都不会生小孩，因为他们去学这。但是他们学有专精，因为他们也都超过生小孩的年龄很多了。那现在我每一个新的 idea，
我都去问他们说这个行不行，他们都会告诉我这个没有用，或者是这个可以考虑。还讲你都唔知，我唔是讲讲像你一日干班叫卫生，你无你根本就冇咧调查，你个敢修理我啊？好，沈博阳，他花了几十万，说去玩这个手游，他就说是2年以前的往事了嘛。我是成年人啊，我因为我的兴趣，有手游兴趣很多，我被攻击很怪啊，你们攻击我干嘛？那杨慧茹开酸说请问家长了，如果有人存款只有18万，还要去贷款200万，一年花几十万去玩手游，请问你会投他当市长吗？杨慧茹现在觉得这个不爽啊，觉得你这个很奇怪。那另外呢，网络说黑熊学员可以募到3000万呢，所以沈博阳是很会赚钱的。徐国勇说：“你这不当廉洁嘛？这跟选市长什么关系啊？”那另外呢，这个蒋万安现在端出社会福利的牛肉了，所以要照顾独老、照顾学童现在老人越来越多嘛，孩子也很重要啊。那吴思瑶就说呢，你蒋万安爱蹭黄仁勋，文湖现在优化要等10年蒋万安是2个专案，不是1个专案那另外呢，这个沈博阳批蒋万安都是。背官腔文稿都要看 iPad 背官腔文稿，英伟就是奇怪的。那你民进党不是很多人都是看 iPad 吗？事实上呢，这个现在年轻人像我们以前都写个稿，写个小抄嘛或者写在手上，写个重点。现在都是拿手机看，里面到底写些什么东西？很多讲稿写在手机上面，就是这个时代在改变嘛本来就在改变了所以呢，英伟就说你们这个也是看 iPad 那个也有看 iPad 怎么样呢那另外呢，无限城因为这个沈博阳就说蒋万安搞这个什么双城，台北双城呢，他搞个无限城，跟纽约跟伦敦跟巴黎大家联系来开会活动。那所以呢，沈博阳说不能只是无限蒋万安交流那我都不能交流。看一下，我觉得去攻击说。一个人因为自己的兴趣花钱，我觉得那太太买财务状况屡次被放大检视，沈博阳自称买台积电，存款剩18万，这回被爆出过去玩手游是一名氪金战士，而且爆料的还是自己人。而且我记得你是那个氪金战士，然后我记得总额就是几十万。对，因为这都还好，这算小额的。连一旁的吴佩仪听到都大吃一惊，沈博阳也再度被质疑人设翻车。卡神杨慧茹就发文狂酸，请问各位家长，有人存款剩18万，贷款200万，一年却能氪金10万手游，你会选他当市长吗？现在他还要你捐钱给他选举，你除以12，其实没有花那么多只是。那个已经是大概2年前的事了，因为我后来没什么时间玩，我没时间玩，所以大概这1-2年我在手游上面花的钱就变非常少。10万除以12，少说1个月也要超过8000。尽管沈博阳的言论时常引发争议，但蓝营也发现青鸟圈很团结，对蒋万安来说是一场硬仗。蒋万安现在的民调很高，满意度很高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要掉以轻心了，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人家的奥博实在是太多了或许怕的是一情敌催不出投票率。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我先讲结论，选举美好化，剩半年的一定都会有，抓到了一定都被往死里打，那还用说？可是其实有一些点比如说我很快讲，现在目前蒋万安市长被讲说，这个 iPad 上面有题词，观众朋友哪一个政治人物或者是说总统在演讲的时候，他们有看稿？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会看，所以看稿跟没有字不会讲是2件事，要搞清楚。所以如果说今天蒋万安市长是如吴佩仪委员所讲，他是说问他问题瞬间答不出来，好，我很清楚的界定了。比如说，如果你今天问市长说台北市的公车的补助或怎么样，他要等那个金额，比如说是多少钱，有个很精确的数字，我觉得这可以。但如果真的到了，就一定要有人提词，一字一句讲，就像我现在在这个上节目在讲话论述，原来上面也有提词，那就不一样了所以看看是哪一种了。第二个，沈博阳其实他现在目前就是被这个蓝营火力全开啦，你把他时间序一兜，其实就很清楚了。他是买了台积电股票，我不知道他买多少，买完以后存款剩18万，那其实我会认为根本也不用去讲这个，因为人家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想要讲自己对不对？贷款200万，你没有这个钱就没有这个后语嘛。
所以他是买了台积电股票以后才存款剩18万，他不是说他沈伯洋一辈子都只有存款都没有超过20万嘛？第二，那既然他2年前的状况应该不是买台积电股票之前的状况，我不知道他存款多少钱啊？假设存款如果一张股票现在目前要100-200万，如果他存款有300万、400万，一年花个几十万玩手游，他也被他老婆骂了。你要用说存款只有18万，却花10几万去玩手游，这差2年，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选举不好话。不，我觉得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哦，因为我先讲一下，因为前面先要有一个人设，因为这个人设才会被人家挖出来。2024年的那个访问，前面的人设是什么？前面的人设是说，其实我没有什么钱，我存款只有18万，所以我去贷款200万来选举。然后就告诉大家说我很穷，那他就觉得很奇怪，你不是五分埔大地主的后代吗？你怎么突然之间变很穷？然后就说然后大家就去翻说，你之前其实你的立委啊，这个之前的申报啊，你不是只有18万啊？他说因为我这些钱拿去买台积电了。大家就已经觉得说，你既然可以有钱去买台积电，那你为什么现在告诉我们说你很穷，因为你要贷款200万来选举？他就说因为钱要做有效的利用，那你要钱做有效的利用，你就不要跟大家哭穷啊。然后这时候才被人家挖出来说，你2024年12月的时候，黄捷就说，哎呀，你老婆在那边抱怨呐，说你是氪金战士啊。然后呢，光是手游氪金啊，就花了几十万这样子。然后他在旁边说，哎呀，这还是小条的啦，他只有发现这一小笔而已啦，这是1个月的。那他现在讲说是1年，好，不管是1个月的或是1年的，我都无所谓这样子。其实今天的所有的问题，并不是他氪金多少钱的问题，那是你自己爱。那你们家的人觉得没事就没事，我也不太爱管去别人的家务事，而是说，那你前面为什么要告诉我们你很穷呢？那你那个很穷这件事情，不是让大家觉得说，那你前面装的那么穷这件事情，不是让大家觉得你到底是在说真的说假的？我觉得他真正翻车的是前面想要装穷。你觉得他到底穷不穷？他当然不穷啊！你在开什么玩笑？五分埔大地主，他爸爸多有钱？他爸爸是大户所以你不要再跟我们在那边，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说你装穷这件事情很让人觉得受不了。那我这边最后提一点哈，那我就要讲一下，因为呢，当然我知道很多年轻人玩这个电脑游戏，然后呢氪金买装备啊什么等等，是很多人的兴趣爱好，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你只要衡量你自己的能力就好。但无论如何，我相信在这个荧幕前面有很多年轻人，你会这么眼睛一眨，完全不眨的就氪个几十万吗？我想这种人也是少数。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沈伯洋到底怎样？好。这个民进党来为此替他讲讲话。我觉得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啦，有人喜欢唱歌，有人喜欢跳舞，有人喜欢这个收集手表，那有人喜欢打高尔夫球，有人喜欢打网球。那我认为沈伯洋他就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不过当然他之前他有自己的经历，他在学校担任这个教职。那当然，他也有自己的，他跟他太太也是律师哦。那所以我认为，在维持一个正常人的生活跟正常人的这个兴趣开销，这当然没有问题，就是很一般人的生活。那当然，刚才很多人是说，哇，觉得他人设翻车，他明明讲说他很穷，我觉得这个也要有看一个脉络啊。我作为议员，我认为我维持我平常的生活很 OK， 很正常，我有我自己的平常的兴趣可以维持。但坦白讲到选举，我就觉得，哇，我这样的薪水，我要支持一个选举，我当然觉得我好穷啊。所以为什么沈伯洋要去贷款？当然是因为他要面临选举的压力。一开始除了这个在跟大家这个募款之余，那当然前面有些钱其实是真的自己需要付钱的哦。那所以我认为这个讲说他人设大翻车，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可以理解啊。刚才跟伟汉跟讲，就选举到了嘛，大家各式各样的说法会开始上来。不过你看到沈伯洋的兴趣也好，他就是一个再正常平凡不过的人，他也不是官二代，他也不是什么家里是什么财团，也不是，他其实就是一个真的。作为老师，太太是律师，当然我们讲他是不是中产阶级，或许是。
那不过看在大家的这个名下有一台特斯拉。这其实就是再日常不过的家庭，所以，我认为接下来不只是台北啦，好，我们看到蒋万安跟什么在很多市政议题上面交锋。我觉得其实讲到选举，大家还是比较希望看到说，那我们对于城市未来的破坏是什么？其实新北也是，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在新北我们看到是对于市政上面的讨论，尤其我们前面看到前面一趴我们在讲福利政策，那很多人会讲说，福利政策是不是等于大撒币？那我认为，为什么台湾其实现在不论各政党其实都支持福利政策？因为台湾现在这个股市好，大部分的经济好，也就是我们希望透过预算、透过福利去做一些这个重新分配，做一些衡平。那当然力道还是有限，你从福利政策要做到这个财产重分配，这个是困难的。可是从中央到地方，我们都希望可以看到，那未来市长在既定的这个预算规模底下，他的优先顺序是什么？他的福利政策是什么？老沈怎么看沈伯洋？我觉得沈伯洋是一个民进党很好不容易推出来的市长候选人，所以呢，赋予很大的期望。然后呢，但是大家又想办法，民进党的公职员尽很大的力量，各自都尽大力量，要把它塑造成这是一个有希望、有办法的候选人，所以这个压力是蛮大的。所以沈伯洋讲他的财产剩下13万，然后我贷款要200万，然后我桌游要花好几十万。这是不同的时间所讲的不同的数目，而每一个数目它都赋予它一个特别的意义。有的时候讲说我穷，有的时候讲说我需要钱，有的时候讲我有我的特殊的兴趣，他把它分开了，他把它列解了。我觉得杨惠如你也无聊嘛，杨惠如想把它综合起来，说综合起来就不搭了，凑不拢啊！你是怎么选市长呢？他本来就没有兜起来，所以他讲，你就让他讲吧。我倒是很善意的，我上个礼拜已经有2次很善意的忠告民进党，我说沈伯洋这个人是学霸这个高教育佩服的人啊，这是我学长，厉害聪明补习班也是好老师，去美国也是好的大学，但是我觉得。他的思考逻辑是因为他也没有选过，在选的过程中，我觉得剩下的时间不够他学习，不够他历练。我觉得他是蛮生嫩的，蛮腼腆的，他的脑筋里头是分这个区块，海马回是最有问题的，因为他连不起来所以这个我是善意。这要怎么办吧？来不及了，怎么办？可以短期训练办你让老沈给他训练。好，来，伟汉。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台北市民进党1对1没有赢过。我再讲一次，台北市民进党1对1从没赢过，只有赢过一次，就是1994年的时候，三卡都。因为是三卡都所以我在对于是三卡都或者是1对1的时候，你要有不同的判断嘛。1对1要赢确实难也没有过。你说2014、2018没有赢不了那个柯文哲都不是民进党，所以这种状况下的时候，刚刚大佬讲的应该是说，民进党找了沈伯洋出来也不会赢。但问题是，他的设定本来是赢吗？这是问题。问题2，就你要看出来，就是地方的议员，民进党的议员25个，因为是保守提名，他们跟这个候选人之间的互动是好的。所以显然以现在目前民进党，因为他保守提名，很多人讲说你怎么会预测民进党的这个议员可能都上？我想可能都上，没上的也要承受大家骂名。或许24、23，观众朋友，你知道现在目前民进党上次陈时中选32%的时候，民进党台北市议员选几席？观众朋友知道吗？可能你也没有特别去看，21席。当时黎亮君还是无党籍，现在黎亮君加进来了。所以其实他只是往上多提个2、3席。好，那我讲结论了就说民进党议员跟他的互动可以看得出来，虽然他还不是一个可以碾压或胜过蒋万安的状态，可是至少议员们大家感觉说，我们选起来不会那么辛苦的，所以目前他们都还蛮团结的。来，佩祥。我就沈伯洋，我是我现在的同事，那我觉得对他的这个逻辑思维，比如说刚刚大佬讲的非常的文雅，叫 fragmentation 碎片化，那我们就不加多数，因为各方面就讲叫海马回之类的，好像讲到奇怪的疾病。但是我想讲一下有关现在目前我们看到那个蒋万安走向，其实蒋万安走向现在在针对2个地方，一个是少子化，一个是孤独死。
也就是因为高龄化社会之后所产生，日本已经也常有这个状况，就是高龄化社会，然后又加上少子化，就加上不婚族之后，我们就看到所谓的孤独死或无缘死，也就是人他最后面他跟他的原生家庭没有关系，他跟他工作场合也没有关系，他也没有朋友，最后面一个孤零的死去。那我看到说现在万安在市政上面，它的规划上面，针对这2个已经在日本发生了很明显的状况，已经在先进国家、亚洲先进国家发生很明显状况，他在很多政策上去做改变，希望说把少子化把它拉回来一点，希望孤独死让这些无缘死的这些未来有可能无缘死的老人、独居老人，尽量把它融入在社会里面，让他觉得说不要变成未来一个像是不良。我们听过不良中年，我们听过少年暴走族，可是在日本现在已经有不良老年跟老年暴走族的存在，所以这其实都是我们会遇到的社会问题。那万安身为一个首都的市长，现在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个身为一个未来4年我们可以期待的领袖的好吧，回到这个现实生活哈，到底电够不够？现在夏天电，这夏季电费是有史以来最高最贵的时候啊，非常贵的电哈。那赖清德说稳定供电到2032年没有问题，会续推2次能源转型。哦，现在连亲绿的团体做民调都已经在问说核4要不要重启了，不是只是核2、核3要不要重启，核4到底要不要恢复？哈，那赖清德说，所以赖清德的2次能源转型到底是什么？指它的绿电呢，还是包括核能？另外呢，科技发赖清德说，科技发到哪里，电就自然来。所以黄仁勋别惊，不用担心哦。所以刚刚讲说核4启用也变成主流，变成这样。方你怎么看？核能现在变成大家都接受的一个主流。然后刚刚其实我们前面有一段啊，虽然说大佬说邱毅人不值得讨论，可是当邱毅人要拼命的告诉大家说赖清德的韧性不等于台独的时候，那是告诉大家台独是一个脏名词，民进党现在弃之唯恐不及。这才是一个关键点。现在对于过去反核要急着回来拥抱核能，然后过去呢认为一定要坚定的走台独的路，现在到处的去告诉大家说我们没有要台独，我们没有要台独，我们没有台独，台独变成了一个脏名词。所以你说民进党有没有改变？当然有改变，但是我最后提一下，就是说我当然也没有人觉得沈伯洋会赢啊，可是今天的问题不在于沈伯洋会赢或不会赢，而是他今天所创造出来的人设翻车，还有包括他里面讲的很多话，比如说他检举里长到中国大陆旅游，他认为这是在保护里长，这一些话它是会有台北市以外的外溢效应，因为它是台北市，而这个外溢效应是让全台湾的民众发现说，原来你民进党最喜欢的路线是沈伯洋路线的时候，他对于年底的选举，它会是另外一个林志坚效应。不过他有说中配啊、里长啊都被断章取义，对，你们故意害我，我没有，不是，这不是断章取义或不断章取义，而是说他检举了人家，然后他说这个叫做保护，这样。好不好？老史，你看能源怎样？民进党就变了吗？台独也变了，核电也变了吗？我跟你讲，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2个神主牌嘛，一个台独，一个核电，一个非核家园啊。如果我来，改就改啊。如果我当总统，我要解释啊，5分钟就解释完了。为什么要核能？当年非核教育的时候有 AI 吗？没有 AI 啊，那 AI 现在要这么就是这样啊，除非你帮的讲啊，除非你不要 AI， 除非你不要 AI， 这个转型，这个转过来180度转变是应该的。我老早就告诉那个童子贤，去告诉那个赖总统，这个我不晓得，这个一点都不难。那神主牌台独也很简单啊。当年我们要台独，老共这么小，现在老共这么大，我们读得了吗？不一样。但是难怪他害怕，因为根据吴子嘉的讲法，最近他的民调，中南部、高雄、屏东、台南掉，他的解释是这2个神主牌处理的不好。我不相信我觉得南部的人很理解的，小的。可是云嘉南、高雄是真的掉，我知道他掉，